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 G， 选中国广电。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欢迎；青年作家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还特别增设了一个广电帮帮团，所以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广电帮帮团的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当初本来就是父母催婚，现在结婚1年多了，他还会想着前女友，本来感情基础就不牢固，现在越过越平淡了。我觉得感情都是相互的，何况他的工作经常会和异性接触，那我肯定会很介意，但他从来不会考虑我的感受。现在我比较想生孩子，但是他一直很敷衍，根本不想着为家庭多付出，只想让我以后多主累，特别大男子主义。他就是不想管我们俩的这个家，还经常去跟他弟弟出去玩，总是擅自做主，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小刘25岁，来自广东个体；女嘉宾小杨25岁，来自广东礼仪模特。有请2位，有请。2位妈妈是好闺蜜是吧？是的。是的。然后把你们俩撮合在一起了。对，是他们催婚我们才在一块儿的。喜欢他吗？喜欢，就是因为我们感情基础不牢固嘛，然后爸妈就想让咱俩早点结婚。当时觉得他人也挺不错的，那结吧，顺其自然。然后结果发现，我结婚我们现在才1年半，但好像就跟老夫老妻一样，现在都是各过各的。你喜欢吗？喜欢啊。那咋把日子过成了各过各的了呢？因为我没有啥时间陪他，感觉他就很不理解我，他也不信任我的这样。你们这情况，双方的父母都知道吗？就我妈妈知道多一点，我什么事都跟我妈妈讲。她不会，也是我想过来调解一下的。好，说说吧，发生了什么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快结婚的时候，双方都看对方不顺眼嘛，而且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也分过1次手，就是因为他说我什么都不如他的前任，就除了脸，前任又小鸟依人，然后又黏他，他说我天天就想着上班。我感觉他就是太计较了，我就一句玩笑话，况且我也有夸她长得漂亮呀。你开这种无聊的玩笑干什么呢？对啊，我觉得开这种玩笑不合适吧。后面我就因为他前女友这件事嘛，我就跟他分手了，然后他又追了我半年，重新在一块。然后结婚后他还提他的前任，他说你的腿都没我前任细，那我也从来没有拿你跟我前任做比较啊。那如果你觉得他好的话，你当初还跟我结什么婚呢？那你跟他结去算了。姑娘，你冷静一点啊。就因为他前女友这件事儿，我就也对他有时候就疑神疑鬼的，然后再加上他也健身，一去就2个小时，不回信息，电话也不接。不是健身嘛，肯定了。他平时也会跑到健身房来查我手机，我有时候在家洗澡的时候，他也会翻我手机查我岗。最过分的就是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他也会闯到我办公室来突然袭击。然后查不到什么东西，还要跟我说你是不是把东西都删除了？我就感觉他很不尊重我，然后也感觉很自卑。那你这不是有前车之鉴吗？你要是给足我，那我也没有什么前车之鉴呀。那些事你不拿我跟他去做对比，我也不会这样子的。你们俩都健身哈？啊，健身。健身的时候接电话吗？从来不接电话。啊？不是有紧急电话得接。这个说明个人习惯不同，不代表任何，对不对？对。曲总的信号可能放在那儿，莎娜老师可能你会把它锁在柜子里。对，锁柜子里就不接，然后就基本上就大家都知道，就这一小健身了。不是你健身的时候，突然给你打电话不接？肯定不接呀，接不到。她老公电话都不接，她接我电话。这个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总而言之，你很介意他的前女友。对。前女友不是没看上他吗？看上他就前女友不就好了吗？哪有你啊？对。哟，这好像里面有故事哈。没有，是你没看上前女友是吧？你和你前女友是谁蹬的谁？我分的。
你脚踩2只船呗？没有，这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是什么呀？就是因为离得远嘛，然后就感觉不合适结婚嘛。啊，因为当时也是初恋嘛，就有点难忘嘛。然后当时我跟他在一起，后面我也想通了呀，我觉得我这样做确实不好，也重新给他追回来了呀。这事儿解释清楚，前女友是初恋，因为距离的原因，所以分开了。有一段时期有点念念不忘啊，然后后面我也想通了，我觉得是我的错，我也重新跟他道歉，追回他呀。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姑娘？但是他对我也不信任啊。结婚之前我在干主播嘛，然后那时候有个榜一大哥加我的微信，他也知道。后面他要生日的时候，榜一大哥给我转了5000块钱，我没接，然后聊天记录啥都给他看了。但在我生日的前一天，他找我要地址，可能是要给我寄个东西啥的，但我觉得地址也挺危险，也没给。然后当天的时候，榜一大哥给我转了200块钱，因为我想着我做这份工作，我也要跟他就说建立一个后续的一个感情，不可能就这么断了吧。然后他就觉得我跟他搞暧昧。我觉得我们双方又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在深圳有130平的房，有70万的车，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种刀尖上跳舞的工作呢？而且咱们当时也快要结婚了，你这样说出去我也很没面子啊。但后面我放弃了这份工作，但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他也不理解。我现在做这个礼仪模特，他说我去参加活动穿得短了，穿得露了，咱们都已经结婚了，你还穿那么短，那我肯定很不放心啊。再加上你还要挽着别的男的去拍婚纱照，我感觉都很晦气啊。但是我本来做这个活动，我1个月本来可以赚1万多的，就因为他要求这要求那，我已经妥协他很多了呀。我现在每个月才赚5、6千块钱，但是他就想让我放弃这份工作。我真的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我就觉得他这个工作不太行啊，都已经结婚了，他穿那么少，那我肯定也吃醋啊。而且我们才结婚1年半，他就要跟我分床睡了，就是因为我上班回来晚嘛，有时候时间是不固定的，他准时10点钟睡觉，就跟那个老年人定闹钟一样。然后我回来，他就跟我说：“你去另外一个房间睡吧，不要跟我一起睡了。”那我当时跟他说过很多次了，不要接那么晚的单了，对身体也不好，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他就是不听。然后当时我可能心情也不好，他回来很晚，我就有点起床气，就说重了一点。那我上班不累吗？我上了10几个小时。那我都说了不要去接这些啊。我一回来还要跟我吵架，还要叫我去别的房间睡觉。主要是我觉得没必要去做这种工作啊，他就是不愿意。他还有其他的选择是吧？对啊，我给他安排其他工作，他就是不乐意，他觉得跟我一样朝9晚5的工作很枯燥无味。哎呀，这个婚姻确实有点过不下去的意思啊，听着硝烟弥漫的是吧？你现在看他是还好看吗？好看啊，确定吗？我还是爱他呀，不爱他我也不会来这里啊。哦，我们这儿怎么了？我们这儿不是啊，那他非要过来的呀。我本身也是爱面子的人嘛。哦，他确实面子也比我重要，因为我们爸妈他们跟他爸妈玩的比较好嘛，他们现在也还年轻，就想着我们早点生孩子。我当时也是不想，但我妈妈经常跟我说什么现在早点生孩子对自己修复好，然后我就有着这个想法。我跟他讲了之后，他虽然不反对，但是他特别的敷衍我。天天喝酒，一点都没有为我们以后的孩子着想。那以前我也不喝酒的，那现在我要接手家里的产业，我得去应酬，得去催款，那我不得不喝酒。这个再加上我平时有健身，我觉得我身体没问题，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就好了呀。但是你其他方面呢？你现在注意力全部都在健身上面，他每天只会做他的沙拉、鸡胸肉，然后我想让他学会煲汤做饭嘛，那以后孩子不可能跟着他吃这些吧？他说我不会做啊，我不做。然后我说卫生方面呢，他被套那些，他半年才洗一次啊。那我们家里面从小就告诉我们，男孩子就只要学会怎么赚钱就行了。因为我也觉得男生主外，女生主内嘛。那以后就算有了孩子，那你在家里面带孩子享清福就行了呀。那我赚钱交给我就好了。因为我妈妈也是像他说的那样子，没去工作，就是，然后买个衣服啥的，对，买个衣服啥的，买个菜呀，都是要伸手去找男方要钱。那这样子1次2次还好，那天天这样找你要钱，难道你不觉得烦吗？啊，我都是跟你承诺我不会，那你就是不信任我啊！再加上我们2个结婚了，那肯定要利益最大化呀。那你想一下，如果我请个阿姨，怎么样1个月也得1万块钱，你工资5000块钱，如果你愿意做这些的话，那我这不就反手又赚了5000吗？合着你就把我当一个保姆？这不是把你当不当保姆的问题啊，这是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而且他格局也特别小。我对我弟弟好是应该的吧？他是我的亲人，我平时带他出去看电影。你那个是好的过分了，你弟已经出来工作成年了，你还时不时给你弟，他才刚给你弟转0块钱，时不时给转个2、3千，你这就很典型伏地
模啊，再加上你平时跟你弟去逛街，你给自己买一件衣服，给你弟买2、3件，给我1件也没有，那你心里就完全只有你弟没有我啊。那我想问你，我们2个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你给我买过1件衣服吗？那我不是不去逛街吗？而且我们2个结婚到现在1年半了，就是我很想去内蒙、西藏这些地方去度蜜月嘛。他从来没有带我去过，然后他说我工作忙没时间。那国庆节、中秋节这些放假你在干嘛呢？我都说了，我们结婚前没事，到我们结婚后家里有点压力，经济不允许，然后你还非要我吵着，我都跟你说过，等我们熬过这几年，经济状况好了，我就会带你去。你又要觉得我是给你画大饼？难道我们不可以共同存钱，一起去一个地方好好玩一下吗？我觉得熬过这几年你都不愿意等，你就非要觉得我是给你画大饼。因为我们在吃饭的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分歧，就比如说我想去吃炸鸡，然后他因为健身要去吃清汤的牛肉火锅，他说咱们各吃各的吧，啊，你去吃你的，我去吃我的，哪有这样吃饭的呀？因为当时我在做健身的自媒体，我那段时间特别的自律。我盯着那家火锅已经盯了1个多星期，那火锅也不能打包啊，那我就很尊重他说你去吃那家，我去吃这家。那你也没说呀，那当时我就是没想到，我就觉得你去吃你的，我吃我的，吃完之后咱俩在一起去看电影不行吗？但我觉得你当时的语气就是告诉我，就是咱俩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个意思。那我没有这个想法，你非要觉得我有这个想法，而且还离家出走，他那天我就特别生气。因为他说这句话，我气到了嘛，然后我就1晚上没回去，去我闺蜜家住。第2天他还要我跟他道歉。那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你1晚上不回来，我都很担心你啊，那我能不生气吗？那你第2天还要我跟你道歉，我觉得我这件事也没错呀。那你离家出走，你不跟我道歉吗？而且还有一件事，就是我闺蜜来我家里面玩，看到鱼油吧，然后她也是买了很多瓶堆在那里的，然后我就想着，因为她也没买，我闺蜜她想去买这1瓶没买到，我就想着那我给你这1瓶吧，拿走算了。她就因为这一件事，3天3夜不跟我讲话，睡觉她都背着我睡，而且吃饭那是因为你当时是什么态度啊？自己的根本就不管我饿不饿。你当时不经过我的决定，你就私自把我东西送过去，之后你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感觉自己没做错什么，那我肯定很生气，就不想搭理你啊。而且我平时也不怎么发火的人，那我肯定也不会对你发火，那我只是就单纯就不想搭理你，等气消了不就好了？我记得我当时是有好声好气跟你说，因为我发现他的脸色不对了。你那也叫好声好气啊？我感觉你就是一副理所当然，就觉得啊这个几百块钱的东西无所谓啊什么的。因为我当时看到他脸色不对了，我知道他肯定是因为他很要面子的一个人，我就说哦你是不是因为刚刚我给我闺蜜那个你生气了？哦，那你要是因为这件事生气的话，我再花钱买给你不就好了吗？然后他就不理我，也不讲话，然后就3天不讲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就是一个你不尊重我的问题，你不经过我的允许就随便把我东西送人，我就很讨厌这一点。我觉得几百块钱他都对我这样，那几千块他不得马上就跟我离婚啊？这都不是金钱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尊重的问题啊。那我也不至于3天3夜不讲话吧？你是一个大男人，我是女孩子呀。那我不讲话也总比我对你发火发脾气好吧？那你也睡不好，我也睡不好。你等我气消了之后也没事啊。那等你气消是什么时候？那次3天后也是我主动跟他道歉的，就我们2个谈恋爱到现在嘛，结婚不管大事小事，全是我去跟他道歉，全是我去哄他。明明我们2个现在才结婚1年半，应该是在热恋期，但我们现在就好像过了7年之痒一样了。谁追的谁？一见钟情。没有谁追谁，就没有告白就直接在一块吃个饭，就互相看上了。就好看呗，有点吧。有点好看啊，很好看。咋了？不就有点好看吗？那还咋地呢？你就靠你的容颜让一个男人尊崇你？不是的，因为他你就那么在意，很少夸我。你就那么在意你的腿比他前女友粗还是细？是啊，他就是这么在意啊。我说可以，你能说吗？不是这样子，特别没情商，他就有啥说啥，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所以你看上他啥了呢？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人特别踏实，然后再加上他的父母跟我爸妈关系也特别好，我想着那2家认识以后也没有婆媳矛盾啥的，然后我觉得结了婚的话，那他肯定会变成熟的嘛，各方面都会改变，但没想到他现在还这样子。对，你觉得你成熟吗，姑娘？我觉得我有的也不太成熟。就是，先别急着生娃呢，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个婚结的有点草率了。第2句话是今天来对了，这婚姻里的问题还真的特别的大，你们俩真的在婚姻观上面是有巨大分歧和差异，就是女生成长的环境，让女生对一个女性的独立的要求特别高，男生成长的环境让男生对一个女生主内所谓贤妻良母4个字的要求特别高，所以你们俩的导向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他就让你做一个全职太太，你做吗？像你妈那样，你做吗？但我觉得前提是他要。我问你，没有前提，你做吗？做。确定吗？这就是你现在的悲剧所在吗？这就是悲剧所在嘛，因为你的那个回答是带前提的，对吧？如果他对我好，能够让我感受到爱的话，我就做，对吧？对吧？这是你的前提吧？我问你，可是没有这个前提，我们俩只有婚姻关系，爱不爱的我们单不说，就是在婚姻里，你愿意做全职太太吗？没有我对你好这一说啊。不愿意。你接受你老婆在外面工作吗？也不是不能接受，是有职业选择性的，对吧？对。那所有的工作都会男女生有接触啊，所以我希望他跟着我一起工作。所以那还是你要看着他嘛，这是你们俩现在最大的问题嘛？你觉得你妈幸福吗？我觉得我妈妈不幸福。你婆婆呢？你婆婆也是全职太太吗？幸福。为什么你婆婆幸福？可能我们家庭条件没她家庭条件好嘛。我妈妈她就是每一次去伸手找我爸要钱要多了，我爸也会发脾气，觉得天天找我要钱，你这不就在给我施加压力吗？但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上班时，我公公他们也是一起创业过来的。所以你看，你们看重的并不是彼此嘛，你们这个婚姻的前提不是我爱你和你爱我嘛，你们婚姻的彼此是女生想象出了一种让自己幸福的家庭模式嘛，你嫁给的是他们家那个家庭模式嘛，你小子娶的不就是看人家姑娘好看吗？对不对？现在你觉得你的婚姻有问题吗？我觉得有点问题，就是他一直因为这个问题就经常吵，就很烦。好，所以对于现在的婚姻关系是烦还是失望？有时候会很烦，失望倒还不至于。你没有失望，所以你对你的婚姻关系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是什么，姑娘？失望。你是对婚姻失望了，还是对这个男人失望了？我是对他失望。你公公在家里可能也这样，在家里面爸爸更强势一些，妈妈更顺从一些。做一个顺从的女人不好吗？挺好，但是我就怕变成我妈妈那样子。我觉得我不会这样的，只是因为这2年，只要过了这2年就好了呀。别扯那个，咱们理性，未来还有孩子。早上8点钟出门，加个健身，晚上8点钟回来，那是12点，算你6点钟回来。回到家以后，太太把饭做好了，做完饭吃完饭，您是休息还是带娃，还是陪太太？这个好像还没考虑到。你看，你不能张嘴就来。我说的比那个更坏，不是说你不尊重他，我是说，因为他的时间占比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所以他对你的陪伴会越来越少。接受吗？我想法是我们2个都可以一起上班，一起照顾孩子。谁把孩子送到学校？谁去接孩子？交给我爸妈呗，他们也乐意。是，那啥时候生？啥时候生？我是想着健身健的都不理老婆了，你还啥时候生？所以其实这个婚姻就是在婚姻观上面2个年轻人出现了挺大的问题。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才1年半的婚姻，在妻子的眼里，已经过成了7年之痒。我是觉得目前这1年半。现在因为是有点困难嘛，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心思放在那上面。不是困难，是心态。讨厌他做礼仪模特，但如果他也讨厌你健身，你认为正常吗？你肯定说不正常嘛。但是他喜欢，如果有爱，难道不应该支持吗？知道你家有钱，有钱就可以掌控爱情吗？就可以把控婚姻吗？我只是劝你，不要因为我家里有钱，我就可以去把控我妻子的人生。我并不是说全职不好，只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我们要有自我。你们2个人现在最大的问题，那就是互不信任。你们应该看到，你们这一段婚姻1年半危机重重。小杨，25岁啊，
25岁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怨妇啊？我也不想变成这样子的，但因为我们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什么事都是我顺从他，我让他。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贪，你想要在自己未来的人生中一直在安全区里，所以你在选择这个男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他是我的安全区里面可以选择的对象，所以你在跟他完全都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之下，对你父母的盲目的推崇和信任之下，跟对方结的婚吗？你真的很喜欢他吗？没有。你现在对他这些声嘶力竭、张牙舞爪的这些控诉，是因为他没有达到你的预判。第二点，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为什么跟你结婚了之后就要完完全全变成你的情绪傀儡呢？两性关系里面全靠吸引，你去强制他，你拿婚姻这个东西去枷锁、去犒劳他，是不可能的。你不要想着妄图改变他，就像他也不要想着妄图改变你一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也非常赞成，就是老师说的，就是你们俩先不要有孩子，你们先把婚姻理顺了再说吧。来说他这个男孩子，25岁，你没有这个金屋藏娇的能力，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知道吗？一天到晚说，哎呀，我有应酬，我接家里的产业什么，全都是借口。你只是没有你当初那么喜欢他了而已。你有没有尊重过他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女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老婆她自己的内心如此的软弱，如此的破碎的话，你不要先想着怎么去安排她，你先要帮她建立起她对于这个社会生存的自信心。你如果能做到说你给了她足够的物质条件，你还能给她情绪价值，你就现在继续这么干。我肯定不会鼓励你们离婚的啊，因为你们才25岁，你们的人生还有很多种可能，你们俩一定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主观能动性，把这个日子给创造好。因为人生这道选择题，你怎么选，它一定都会有遗憾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是我选这个人选错了，更多的归结于自己说是我自己没有经营好。因为我觉得初见就能结婚，我觉得也是一种缘分，所以在这里我还是劝他们好好过日子的。我其实最想对你们的妈妈说一句话：你俩真是闺蜜吗？就是闺蜜。买点吃的，他都不一定同意，因为他会觉得那是我挣的。来的目标是他妈妈，那你就认了吧。就现在踏踏实实听人家的话，好好回家当全职太太，不用在这儿抱怨，不用在这儿哭，不用在这儿喊，就这样。我觉得你们两个呀，这是完完全全在延续自己原生家庭的状态。你说你知道一个人最怕什么吗？最怕的是还没有见过世界就形成了世界观。你的满脑子里的状态都是要不是他们家，要不是你们家。你其实早就做好了走全职太太这个职业的方向。
工作方面，其实你没有什么特别长久的打算，你做的这些全都是青春饭啊。我不知道你学什么的，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什么专业性，对不对？然后在事业上其实是没有方向的，所以你就看中他不错，再听妈妈的话不错，结果呢，你就把这个婚姻当成了你的全部，它既是你的事业，又是你的生活。兄弟，我问你个问题啊，我也健身，你都什么时候健身啊？6点到8点。晚上6点到8点。对。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健身房里什么时候人最多？7点多左右吧。晚上7点。健身房里头已婚的什么时候人最多？这个我没问过，都没什么交流。我告诉你啊，因为我也健身，哎，我也做这个情感方面的工作，我特别留意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工作日的中午是已婚人士最多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事情太多了，家庭、妻子、孩子、工作、健身呢，只能挤什么的时间？挤自己休息的时间，要不就是早晨，要不就是中午的时间。我不说周末啊，周末可能已婚的多一些。这说明什么？说明心里头啊，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你健身是为了什么？是爱好还是事业？我就感觉想要个好一点的身体。对呀，你要的是外在。对不对？不是所谓的做什么健身自媒体，那不是你的事业，那是你的借口。所以你现在状态是什么？你现在说不好听，状态就是一个单身状态。你可以各睡各的，可以各吃各的，还可以各玩各的。你之所以对他关注，或者说最关注的就是，哎，你不要跟你的榜一大哥在一起啊，哎，你不要跟人家拍什么婚纱这种工作照啊。你关注的是什么？那是占有啊，那是我的东西，不能为他人所共享。但你真正关心他关心的事情，真正能感受他的感受吗？你不，你是个单身状态，姑娘，可怕吗？一个单身人士是你的全部啊，你们俩对不上啊。所以，你们2个人都要好好的，现在马上就去想你们未来的生活，婚姻是什么样子，想定了。做一个至少5年的计划，人无远虑必有近失啊，再决定你们是否可以在一起。但是以我之见，在一起不会幸福，就这样。来帮帮他的老师们，想帮谁？姑娘，我支持你，该工作工作，该对弟弟好对弟弟好，该跟闺蜜好跟闺蜜好。他就是在给你画大饼，他一方面要养废你，另一方面他又处处的限制你。那最后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勇敢做自己。我想跟这个小伙子说2句，婚姻的本质呢是真挚情感的连接，不是改变对方。婚姻必须遵循彼此互相尊重、平等、理解、包容和信任。女孩，任何人都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即便你以后愿意妥协做专职太太，这个真的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了。那感情破裂，可能你就面临净身出户，甚至连孩子的抚养权都拿不到。做回自己吧，2个人都做回自己吧。啊，你们需要下了节目之后好好去聊一聊。啊，因为我觉得女生想要的生活，男生大概给不了；男生想要的生活，你也给不了。想在一起就。还是那句话，别急着生娃，有条件，抻一抻，把你们的情感再巩固一下，再打扎实，然后再去要孩子。现在最着急的不是要孩子，是修复好关系。其次，共同建立一个婚姻模式，是你们俩接受的，彼此接受的模式，好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经过这些导师的话，我也仔细想了想，我确实是很多问题，我太过于自我了，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我觉得什么东西都觉得是我自以为是我感觉对你好，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我以后会改，而且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把更重的心思放到你身上的，因为我也觉得好像确实是我太幼稚了点，没有经过这个身份的转变。我觉得我也有点太幼稚了，而且也非常不相信你。但我觉得这个信任是相互的，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好好沟通。然后我也不会强制性说你必须得陪我，然后
每天必须要接我的电话。如果你真的那么忙的话，其实你每天抽1个小时陪我也是可以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是很大问题是我。沉下来，好好思考一下。谢谢两位，请回，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不想让您预测这个场上的结果，我只想您跟我们聊聊，就你觉得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好吗？不看好。如果我觉得女生不主动改变的话，我就不看好。我肯定不看好。我希望他们可以先分开，然后各自再成长，再组成家庭。然后我就觉得爹妈少掺和，少催婚。他们肯定都会出来的，是吧？这是预测啊。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小伙子说啊，有了孩子我爸妈给看。我心里想，第一反应是你爸肯定不看，这又是你妈的事儿。来吧，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这小孩嘛，小孩过家嘛。来，面对面啊！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啊，这次是有爱宝，下次再闹到这种程度，防火墙在哪？你们自己考虑啊。我想通了，我觉得他的工作，其实我可以支持，只要他也跟我相互体谅一下，不接那些就行了。加上健身的话，我觉得好像健身对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也可以不用健身了。确定吗？确定，因为我想通了呀。我们可不愿意剥夺你的爱好啊。我们这个我感觉，相比于他，我感觉他更重要啊。这健身可以随时丢了的。对，你们年轻人说那个叫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那个也算是健身是吧？展示一下你的健身成果，举高高。哎呀，来，别举，那穿裙子呢，傻孩子。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牵手回吧。来。祝他们能够找到让自己真的幸福的方式。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他真的很粘人，还总是疑神疑鬼，让我压力特别大。这段姐弟恋，我真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下去了。我为他付出那么多，但他从没把我放在心上。我觉得他辜负了我。但我是真的很爱他。我想要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让彼此喘口气。他口口声声说着对我好，可是他从没问过我怎么想的。我们约定尽早结束异地恋，可是他却临时反悔。我不知道是我做错了什么，还是他另有打算。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小肖21岁，来自湖南；女嘉宾小婷24岁，来自湖北。欢迎两位，这都是学生啊？对的，是大姐，我今年大2。我大4。一个学校的吗？不是一个学校的。咋认识的？因为当时我高中毕业，然后我去武汉旅游嘛，他踩了我的鞋子，当时我是特生气的。然后呢，我就看她长得特漂亮嘛，就厚脸皮要了微信，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呢？然后就是我在聊天的时候吧，我是疯狂的暗示着，怎么现在说着还激动的直哆嗦的？当时确实想想就是很开心嘛。啊，在一起几年了？ 2年多，快3年。2年多哈。今儿谁要来的？我要来的。来干嘛？主要是这2、3年的姐弟恋让我太累了，然后他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又非常的强。我现在已经大4了嘛，马上又要工作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是继续还是分了算了。好，那你们就说吧，
啊，我一听这大学恋爱，我就愿意站在旁边听。这段时间他真的让我太焦虑了。以前他也会经常来我学校找我什么的，一来呢他就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嘛。但是前段时间呢吵了一次架，我突然发现他在我教学楼门口看着我，但是没有给我发消息，也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就觉得太怪了，我感觉我像被监视了一样。并不是监视啊，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想看一下那个男的还有没有纠缠你呀？因为那个男生他竟然让你去摸他腹肌，你觉得这是一个普通朋友该做的事情吗？主持人，你千万别听他现在添油加醋的说。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跟那个朋友是一个社团的，玩的比较好，平常呢又有很多共同好友啥的，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群。那天呢刚好我们就一起聚餐嘛，他健身就健得非常好，然后有腹肌啊、肱二头肌啥的，平常爱显摆，就让我们摸一摸看一看。当时我朋友们全部都摸了，没想到他现在这样说，真的太小气了。这只是你以为他只是显摆肌肉，但他就是想勾搭你。然后呢，他凭什么一直劝说你跟我分手？主持人，我跟你说，我朋友就那样，爱开玩笑什么的，我都没当真。没想到他当真了。这件事情还是我跟他说的呢，既然知道会引起他的误会，那我就不告诉他了呗。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莫名其妙的嫉妒，是吧？也没有莫名其妙的醋意。除了这个男生，还有别的男生吗？目前就是一个，但是他的意识特别的好，没有距离感。都做了些什么？肢体接触啥的，就是吹着打、搂啊，而且我们是异地恋嘛，肯定是要双方安全感给足嘛。哎，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跟我说的。哦，他还公然跟你说啊？对。你的想法肯定是我没做什么，对不对？对，我就觉得朋友之间嘛，玩玩闹闹蛮正常的，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了一下。没想到他现在这样说。好，行，听明白了，就觉得这个男孩在监视你嘛？男孩说没有嘛，是这意思吧？这事儿已经说清楚了，来这儿干嘛呀？还有了，现在基本上从早上早安到晚上晚安，一直给我发消息、打电话什么的，联系的超级频繁。不是挺好的吗？但是我现在已经大4了呀，我平常还要做兼职，然后还有课题报告，还有毕业论文要写，我不可能天天就光跟他谈恋爱吧。主要是你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我3、4个电话，或者就是我发个信息，你半天不回，你就算你接电话了，但是你就是短短说几个字，有事先挂了，然后你也什么都不跟我说，然后你也跟你的异性好友之间也没有把控到一定的距离，然后你也没有给足我安全感。这恋爱谈的，过去是女生来这儿要安全感，现在都男生来要了啊！我问你吧，姑娘，这小子就是现在你怀疑他跟踪你，对吧？对。这是其一，是吧？其二，你觉得他很黏腻你，对吧？对。所谓你黏腻的标准就是每天要给你打很多的电话，你觉得搞得我都没有自我空间了。还有什么让你讨厌的？他前段时间还炫耀吧，就是他班上女孩子对他很好啊，还有追他什么的。然后他更过分的是在朋友圈晒那个和其他女孩子的聊天截图。那我只是也想表达出我也不差，但我会跟我身边的异性保持好一定的距离感，而且我也会对我们的这段感情一心一意，守身如玉。但是你呢，却是经常三心二意的跟你的所谓的男性好友乱联系。他有什么暧昧的话语吗？你老说他乱联系。是一个打车的优惠券分享的那个群，就我们3个人。谁跟谁？我跟他，然后还有一个男的。那个男的是腹肌，这个我真不知道了。那你问呐？我问的时候，他说就是拉了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就是他跟我闹嘛，就是说那个群的事情。啊，群怎么了？这群没什么呀，就是最开始我打车需要2个人帮我助力，然后一个拉的是我男朋友，就是他，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就肯定要拉朋友啊，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其中玩的跟我比较好的异性朋友。这没什么问题吧？没想到他小事说成大事了。好，行了，算了，我问吧。大2对吧？所以你现在一心一意谈恋爱是吧？对。平常都是谁去看谁啊？你在哪儿啊？我在衡阳。衡阳。你呢？武汉。火车多久？将近3个小时。高铁3个小时，这距离就不近了，是吧？对，是。1个月见几回？ 2回。1个月见2回，
往返车票多少钱？往返车票是500块，往返500，两回就1000是吧？你一个月生活费多少，小子？我一个月生活费不到2000，不到2000，有一半得用来高铁是吧？都是你去看他是吗？你去看过他吗？暂时没有，就是暂时没有，就是没看过嘛。谈了2年多，就因为我之前很忙。好，忙就别谈恋爱呀。都是你去看他是吧？你去看他都做一些什么？你们就是看电影啊，看电影，还有呢？然后是逛游乐园之类的。哦，行，嫌他烦吗？就是现在太粘人了，感觉就看你都嫌烦了。不是，主要是我现在很忙，所以他就给我压力很大。啊，懂了。等于你现在如果去看他，人家也很烦你是吧，小子？我觉得是有一点。有一点嘛，所以你那怀疑就是那个腹肌男嘛，什么助力的嘛，瞎怀疑，多没劲。你这大4了对吧？嗯。毕业打算往哪个方向走啊？我现在是想留在武汉工作，因为我现在在武汉上学嘛，而且我学的旅游。就目前的就业前景来看，留在武汉肯定是相当好的。留武汉，你是毕业以后去武汉还是怎么着啊？就是前面的时候，他不是答应我来我们湖南，这样可以提前结束异地恋嘛？然后他现在就突然就是变卦了，不来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另有所谋还是他变心了。哦，确定吗？以前答应过人家？是的，以前因为我也想结束异地恋啊。嗯。但是现在就我目前的就业前景来看，我留武汉确实比较好呀。没错。而且他毕业还有2年呢，我不能完全想着恋爱，不想我以后的吧？我也不能全部压注在他身上吧？没错。所以今天谁要来着？我要来的。你要来分手对吗？也不算完全。不是，那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主要就是想调节一下。调节啥呀？调节一下之间的矛盾，就是他现在经常跟我闹呀。对吧？你就直接说你来我们这儿分手不就行了吗？你不就奔着分手来的吗？就是还有缓和的余地嘛。不是你别招他了，你都没想跟他好，你缓和什么呀，姑娘？毕竟我也还是蛮爱他的嘛。我的妈呀，你恋爱谈的都快抑郁了吧，小子？啊？当时你们学校有没有女生喜欢你？有。有没有人追你？有。你都拒绝了？都守身如玉了？你好委屈是吗？你哭什么呀？你是觉得不值还是怎么了？我问他付出太多了。哦，付出太多了是吧？你就想得到他对吗？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呀。对，是自私的呀，没错呀。你能自私点吗？你可以自私吗？你能学会自私吗？不哭啊，孩子。还有。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个姐姐把人小弟弟都逼成这样了，你要干嘛？主持人，你别看他现在哭了，他平常私下就这样，想要别人抱抱啊什么的啊，求安慰而已。那你今天来干嘛的？你确定是让我们帮助你稳定你们俩的关系的？你确定吗？是的。不是来分手的，你确定吗？因为他现在给我压力太大了，如果他做不出改变的话，那我肯定就分了。对。你要再敢哭，你要再敢去看我，你要再24小时给我打电话，我就跟你分手。那我也是没有安全感，他这样啊。好，各位老师你们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虽然说遇到对的人，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关键是小弟弟还没有成熟，他还非常幼稚。我同意，他真的很幼稚。痛苦的恋爱，往往是有一个有很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的人。这个小男生心中的那一个控制欲的魔鬼，是被你激发出来的，因为他现在耿耿于怀的，不管是腹肌也好，是其他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你告诉他的。你难道不承认你告诉他没有炫耀的成分吗？你看我有多少人爱我，你看我有多少受欢迎，你看我谈了个恋爱有多少人吃醋，何苦呢？您现在好了，自己要买单了，小弟弟更厉害，以牙还牙。
您其实也有女生爱你，好，搞得您也心神不定了吧？他也告诉你，人为的造成了你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恋爱不能成为我们大学生活的全部。您看，父母给你2000的生活费，一半你要用在路途上，而且每天想着念着的都是所谓的安全感，所谓的危机。您说你还有时间学习吗？我们男人其实自信是自己给的呀，尤其是女生，给我的感觉，这段恋情对你已经造成一种煎熬。你今天很显然就想把这个难题放到爱情保卫战，扔给我们4个人。那我也表个态，你们这段恋爱收手为好，各自放过对方。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谢谢。其实我跟你说，上大学的异地恋其实很简单，你就保持一个平等的沟通啊，至少你不要那么在意细节。还有，你归根结底你要不断提升你自己。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俩异地恋谈得不好吗？你们俩的时间不匹配，模式不匹配，方向也会不匹配，因为你太闲了。他觉得你的世界里面除了他之外，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但其实你是什么？其实你是很爱他的。所以你这叫什么？叫吃力不讨好。你付出了所有，你最后一无所有。还有一点就是，女生其实你一定知道，你的一些做法，她是会不高兴的，你是能伤到她的。不要找任何理由，在情感里面，尤其是在异地恋的情况之下，搞暧昧加冷暴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你觉得说我们俩的感情不好了，直接告诉他。直接告诉他是对你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的尊重，是对你们这一份感情最好的一个体面。我告诉你啊，你要在衡阳，他到衡阳来，衡阳的就业环境我很了解，现实吗？人挺好，人挺独立的，为什么要因为你改变自己原本的人生轨迹？你现在应该想的是什么？我跟你讲，你才大2 ，21岁，21岁男孩失个恋不算什么的，24岁的女孩子失个恋也不算什么的。你们俩现在也许有牵绊，有情绪拉扯，有习惯。我觉得如果你实在要怪，你就怪自己。怪自己什么？怪自己不够成熟，怪你们本可以第一次好好相爱的过程里，你让他觉得完全没有依靠。啊，我话说得很明白了，你们自己品。你们两个人感情当中，你喜欢的多，姐姐喜欢的少。当你一直在仰视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一直觉得这个人在发光的时候，那大概率就是这个人他没有爱上你，弟弟。即将步入社会，他马上要面临他全新的世界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觉得你很粘人？为什么没有在刚刚恋爱的时候说，哎呀，你看你粘人啊，什么老来找我，老来发信息，对吧？为什么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他有新的新鲜感注入他的世界和他的人生啊，那个新鲜感可比你厉害啊。他是整个打开了一个未来人生一个新的大门呐。现在其实很明确，他没有跟你提出分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分手是需要消耗体力和精力的，他没时间。现在这话挺难听的，他连分手都没时间。因为为什么？他大4了，毕业找工作，分手肯定心情会差，精神也会差，体力也会差。然后再加上如果没有备选的备胎的话，他就会自己一个人很难走出这个孤独和灰暗的时间，所以他没有时间去分。他现在要求就是你别打扰我，你乖乖的，我需要的时候你出现，我不需要的时候你安静的待着，就是这样的。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姑娘你不说实话。就是最可怕是你内心算盘已经打了1000遍了，但是你对他永远是那句冷漠的态度，说你能不能别再黏我了。恋爱当中失败也不可怕，因为你们本身就不同频嘛。一个人即将步入社会，一个人还在大学校园，那就是2个世界的人，他散是一定的，因为跟不上对方的脚步了。所以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在恋爱当中有一个人是不真诚的。
就这样。姐弟恋有个规律哈，通常姐姐是先开始谈的特别甜，后来越来越苦，而且基本上提出分手的、想分手的都是姐姐，而弟弟呢，在这个恋情当中压力会很大，因为社会对男性的这个期望角色应该是强壮有力，并且很有独立的思考的，你没有，所以你就会要显示出自己有多强，就会转化为什么占有欲，我得管着你，我得控制你。第二一个呢，就是弟弟这个安全感啊缺失，再加上这个难度系数很大的这个异地恋，增加了你的不安全感。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女生会跟男生不断在说有另外一个异性朋友对我好，或者是觉得咱俩不合适呢？有炫耀的成分吗？有。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是你想说明我很爱你啊，想说明我对你很专一啊。但是如果通过其他人的示好来证明自己去爱他，那就已经没有爱的滋味了。反过来想，什么人知道你有男朋友还敢跟你说你们俩不合适分手吗？什么样的男人知道你有男朋友还跟你说来摸摸我的腹肌？他也不尊重你啊。那他为什么不尊重你？为什么知道你们俩有问题？那不都是你说的吗？所以说你早已对他失去了爱，而他做的行动就是，虽然他没有说，行动是第一，再也不去会选择你所在地，他选择了工作事业留在武汉，再也不会主动的去和你去示好，主动的找你，都是你去找他，再也不会马上接你电话，也跟你交流，也没有什么内容。所以事实就摆在这儿，分吧，干嘛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来呢？都放手吧，就这样。来，我们听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有什么意见。男同学，我想跟你说一下，20岁是应该挥洒青春的年龄。我们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你可以为你的人生规划去做打算，去做储备啊，不是在这里面自怨自艾的，一定要加油。其实我觉得他们2个人还都是2个小可爱呢，无论酸甜苦辣吧，都是人生。其实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分手吧，都是青春的一个经历。我觉得你们无论是分还是合，以后都珍惜吧。已经泪流满面了是吧？行，恭喜你，你恋爱过了。那些让人刻骨铭心的轰轰烈烈的爱情，都不是长久的在一起。这就是青春青涩下的爱情，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朦胧，但是就知道一点，我要把我给你，你能把你给我吗？对方已经给了答案了，我不能给你，爱情结束，加油就好。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让我们一起进入会生活选广电真情60秒。我其实也不是像评委老师说的那样不爱你了，只是真的你让我感觉到太累了。如果没有像现在这么累的话，真的我也不想跟你分手。说实话，我是真的很爱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样。我是想要跟你好好的过，我是小，但是你别以为我好欺负。我没有说想要欺负你，我只是真的就是大4了嘛，真的就是很累的。哎，我们可没说你不爱他，我们说的是这种纯美的爱情都是以分手告终的，你不要误解我们的意思。那小男生都说你不要以为我小就欺负我，你居然还笑了，你为什么笑啊？还是因为他可爱呗？但是可爱是不能当你的饭吃的，你明白？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爱情，所以你们俩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想清楚了就行，姐姐没有欺负你啊，人家爱你的，你别瞎想，欺负你。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帮我们兄预测一下，
其实分手也是一种成长，但小男生肯定心有不甘，女不出男出，双不出，男出女不出，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那如果女生觉得行不累了，双出。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请开门。来，你们就好好的谈这个恋爱吧。女生不累了哈，姐姐累不累啊？大四，不累了哈。说开了就好了。哦，那是咋着啊？咱是去湖南呀，还是留武汉呀？就是现在，我觉得他应该也知道了，就是我的想法，为什么会想留在。我问你到底去哪儿？现在暂时是武汉，然后以后跟他等他毕业了去杭州。毕业了去哪儿？杭州。怎么又去杭州了？到我这里来了。因为干嘛来杭州？因为我有家人在杭州那边。哦，欢迎杭州，欢迎你们。我跟你说啊，他工作之后，你恋爱谈得更累啊。好嘞，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哎呀，非礼勿视啊，非礼勿视啊！来，哎呀，不要动，前亮灯。因为穿裙子不太方便。走吧。哎呀，过去讲女人是一枝梨花春带雨啊，现在男人的泪也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啊。行吧，爱情是个好东西，只要纯粹，好好相爱，我们都祝福。祝他们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看电视享5季就选中国广电。好了，再一次感谢中国广电天津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